等了这么久，小米苏7 Ultra 原型车在纽北的圈速终于是出来了。那本来应该是发布会才公布的这个圈速，结果雷总呢一条微博就给他捅出来了，可想而知当时雷总到底有多激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刷圈好像没什么意义，还是冰箱彩电大沙发比较实用。能把刷圈这种复杂的事情做好的品牌，它是一定能做好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但是只能做好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品牌，可就不一定能做好类似于刷圈这种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事儿了。所以苏7 Ultra 量产版一上市，我就立马给了定金，哪怕这车真车我都还没开过，但是我觉得这车量产版一定强。我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会特别想买苏7的 Ultra。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拿苏7 Max 来举例啊，这个车在刷赛道的时候，其实有几个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它有一个差速器保护，就是它会相对保守一点，就是更简单来说，就如果你在跑赛道或者比较激烈驾驶的时候，系统判断你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下，它就会主动介入来切断你的动力。但是苏7 U 一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苏7 U 上面搞出了扭矩矢量分配系统，然后苏7的 Ultra 呢也解决了刹车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材料强度的问题，避震支撑的问题，然后呢还把马力去到了1500多匹的美妙新世界。还有人觉得小米这次刷圈用的是原型车，它跟量产车是完完全全两个世界的产物。首先这个说法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还是稍显片面了一点点。因为原型车的这个空力套件确实是老外做的 ProDrive 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赛车公司，但是你别忘了小米身上的这套三电系统它是完全自研的， ProDrive 肯定是帮不到小米任何关于电池、电机、电控这方面的事情的，因为这方面 ProDrive 不可能有小米专业。然后呢，重点是小米的这套原型车上的三电系统跟它量产车上的这套三电系统，它在马力、扭矩各种数据维度上面1毛钱都没有缩水，这个事情我是没有想到过有第二家品牌是这么做的。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小米干的这个事情很简单啊，只要跟小米一样啊，找了类似于 ProDrive 这种国外知名的赛车公司，把车拆空，底盘硬连接，再把马力堆上去啊，找一个快一点的 Pro 车手啊，这事就成了，谁上都行。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家人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不是每一个去了纽北花了大价钱的品牌，它最后都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很多品牌冤枉钱花了一堆啊，正确的答案、造车的理念都写在脸上了，它都能完美的给错过，最后沦为笑柄啊！你们觉得这种故事它还少吗？多弄几个电机，把马力给它堆上去，这的确很简单。但是家人们，汽车是一个系统工程，全车那么多零件啊，你把马力堆上去了，你的散热得解决吧，材料的强度得加强吧，刹车得增强吧，避震的支撑得上去吧，底盘的适配得做好吧，差速器得想办法改进吧，电子系统开放度得做好兼容吧， ESP 的标定逻辑也得改动吧，哪有那么简单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 ProDrive 帮不到小米的，得小米自己想办法。然后小米在原型车上面做好这一系列实验之后，它会得到一系列的数据经验，然后最后把这一系列经验真的是可以反哺到量产车上面去的。而且它的原型车跟量产车其实说白了最大的几个区别，首先就是空力套件，其次是减重，再还有一点就是底盘的不同。然后大家也都看到了，小米的原型车在纽北这种半干半湿的路面上啊，6分46，对不对？那有很多就是赛车界的这个权威人士，大家都根据这个地面给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在全干的路面之下，大家都觉得这个车起码还能再快15到20秒，所以这个车是100%能跑到6分30多，甚至能冲击6分20多的这个圈速。还有一点就是我本人对于小米干的这件事情就是有比较深的情怀。你说我们国家以前有没有别的汽车品牌去刷过纽北？有没有刷了很快成绩的车？也有。但是刷了很快成绩的这些车最后有没有量产？没有。小米这是第一个，小米苏7是第一个在纽北上面刷了很快成绩的车，然后把这个车还量产了，并且呢它原型车上面那套三电系统几乎就是原封不动的照搬到了量产车上面，这个
真的没有几个品牌能做到这么有诚意。另外就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只讲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环境之下，小米毅然决然跳出来做运动取向的车，做对驾驶者友好的车。在当初很多人看来，这车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小米还是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还走成功了。它还在全世界最危险最长的封闭赛道向老外证明了中国的电车并不只是虚有其表，中国的电车的3电系统也是能经得住赛道狂豁的。同时最厉害的是，小米不仅仅只是用原型车来做这个事儿，它明年还会用量产版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从头到尾不玩任何虚的，视频车载数据全都一五一十交给全网网友，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这真的很难不让人发自内心的为他骄傲呀。所以呢，啥也不说了，我就等着苏七优上市了啊，看它最终定价到底是多少钱啊！如果到时候我手里面但凡是有一点点闲钱，我一定给它提了啊，然后带到全国去刷圈。那视频的最后呢，送上我迟到了很多天的我个人关于小米苏七纽北车载的解说。虽然迟了很多天，但是我仍然认为非常有意义。只有1圈的机会，小米苏七 Ultra 原型车征服纽北正式开始。驾驶的车手名叫 David Peter， 英国人，阿斯顿马丁 GT3 车手，2023年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车手，绝对的超级大 Pro。但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 Pro， 临危受命，挑战依然巨大。因为今天的纽北是赛道上最危险的路况，半干不湿的场地。赛道全干或者赛道全湿，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危险，因为大多数路段抓地力是一致的，车手的节奏可以不用来回切换。但是半干不湿就超级危险。一方面，你为了追求圈速，你就必须拼尽全力；但是另一方面，每一段你即将经过的下一个弯角，它的抓地力都有可能会突然消失。就这种情况，换做一般的车手，连刷圈的勇气可能都没有。但是这个英国人接下来将用他一系列如同热刀切黄油一样丝滑的操作，向我们充分展示什么叫艺高人胆大。飞机场弯最低弯速198，Holy shit！ 作为对比，当年路面全干的情况下，蔚来 EP9过这个弯最低弯速是199。当你以为这个车手刚才的操作已经非常逆天的时候，时速已经悄悄来到了318。这个车手轻刹一脚，直接以279的速度直接丢进弯里，弯性速度最低228。我的发，我模拟器里面都不敢这么开。优酷号码弯最低弯速102，紧接着又要进入超级高速的狐狸洞，但是这一段路面全湿了，我的天！本来应该全是全油门的路段，车手只能松油。当年我开一台纯原厂200多匹的现代 i30N 冲到狐狸洞的尾速都有222，而现在这台1548匹的原型车尾速才233，地面不湿的话，这儿的尾速就算没有300，起码也有200大，这儿起码就丢了好几秒。而且重点是，这个小米苏七 Ultra 原型车用的是光头胎，本来已经跑热了，正是最佳的工作温度，而现在突然经过一大段雨地，热熔胎的工作温度肯定会急剧下降，融化的胎面也会瞬间凝固成硬胶面，你需要在之后的几个弯里把它表面磨开，再把温度重新热起来，它才能有最佳的工作温度，这无疑也是会影响到圈速的。经过屠宰场弯之后，前方马上就要进入一段中速弯居多的路段，但是很不幸，这儿的地面又是湿的。哇，这儿又一个超级大反打。车手揪车快不是重点，重点是电光火石之间，他立马就走到内线去刹车了，因为外线有胎胶，刹车会很滑。这种救车之余，立马从走干线切换到走雨线的顶级的反应速度，活该人家能吃车手这碗饭呀。刚刚过去的镜像双子弯速才120多，我开买菜车过那儿都能130多，包括接下来的 Miss 黑的 Miss， 地面也都有水，弯速根本就不正常。说真的，地面糟糕成这样，这个车手还敢临危受命，这就好比打篮球，你总在最后一秒才接到队友传球一样，不是手里有活，谁敢接这口大锅呀？前方的高速假弯，231的速度拉直冲进去就得刹车，这个弯看着很危险，但实际上确实也一点都不安全。它进去的路很宽，但出去的口子很窄，刹车点只要稍微一晚，那就只能墙上见了。经过一个右手的高速弯，前方就是著名的劳达弯，当年 F1 车手劳达在这儿失控起火，因此得名。它本来是个全油门假弯，但因为地上又湿了，所以车手甚至还要刹一脚才能进去，这就导致这台车在这儿的尾速只有189，跟我开200多马力的买菜车尾速差不多。劳达弯影响终究还不算大，接下来这段大直线才是真正吃亏的地方。正常这一段都是全油门的，但是因为路面又是湿的，所以车手不仅要松油，甚至中途还要刹车，这个影响就很致命了。它降下来的这个速度将会一直把劣势带到大直线的尾端，也就是说这条直线越长，丢的圈速就会越多。而不幸的是，这条直线确实就是长。当时我第一次看这个飞行圈的时候，就断言这一圈圈速起码还有15到20秒的空间。当时还有人不信，
他们对一个现代 NCAP 年度冠军车手的判断能力还是欠缺了基本的尊重。刚刚过去的勇气之弯最低弯速是189，这个老外车手是真的能触，给了钱他是真给你玩命了。就像本堂主拿了卡缪斯和查森知道的赞助之后也是不遗余力的给他们宣传一样，优秀的车手往往都是这么的敬业。经过一小段的直线加速，210重刹一头扎进旋转木马弯，这个弯必须贴着斜面才能快。David 开到这里还是操之过急了，轮胎稍微离开了斜面，不过他一个小反打轻松写意又救回来了，影响不大。出弯之后 David 把车完全贴左再完全贴右，轻刹一脚之后又外抛到最右，把路面的几乎每一寸都用尽了。不过功夫再高也怕菜刀，车子突然断动力了。车手嘴里一直念叨着 no power， 直到这里动力才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数一下刚才一共断了多少秒，然后把答案打在公屏上。事后呢，才得知原来是有树叶挡住了传感器，导致系统故障，断动力断了好几秒。以前呢，只听说过纽北本地的某些品牌会在竞争对手刷圈的时候，故意在一些关键的弯心投放轮胎残渣，或者突然出现一滩水。没想到这些情况没出现，但是纽北的树叶居然还能跳出来整个大活。雷总这趟纽北刷圈确实是主事不顺啊，唐僧取经受过的磨难也就不过如此了。谈笑之间，车子已经来到了烤肉湾，场下围观的群众最喜欢打卡拍照的停车场就在这里了。这个路段呢，地面还是有点湿，但是车手就是硬着头皮一路电门焊死，一路反打，就这么开过去。说实话，这种开法只能中午开，因为早晚会出事。前方的刹跳刹，车手先刹一脚，车子飞起来之后，刹车再松掉，落地再刹一脚，然后直接以165的弯速潇洒了一去。这一脚刹车起码20年的功力，秀得我头皮发麻。紧接着以220多的速度从3楼冲下去，轻摸一下刹车就直接以219的弯速全电门过这几个左右组的高速弯，这儿没有任何容错空间，关键路肩还贼高，稍有不慎轮子粘路肩，一旦跳起来弹到草地上，那神仙也救不回来。你会以200多的时速直接拍墙上，然后大概率GG。这就是纽北一个每年都会死人的地方，绿色地狱的外号，从来不渡无能之辈。过了小木马湾之后，前方这个弯叫做断头台，一个听起来很有杀气的弯道，这也是大直道之前最后一个弯。第一弯轻刹，第二弯只需要松电门，然后你就来到了速度的天堂。如果我没有看错，这时候电量只剩53%了。对于一般的电车来说，只有一半电量的情况下，动力早就萎靡不振了。但是这台苏七 Ultra 原型车，它还能持续把速度冲到300以上。要知道，这还是在克服原型车上这套有巨大阻力的空力套件的情况下做到的。这至少证明了小米这套3电系统不仅散热好，而且在馈电情况下放电功率依然强大。的确，小米这台原型车空力套件是 ProDrive 做的，但是至少它的3电系统是完全自研的。小米在纽北刷圈积攒下的每一分经验，未来都能反哺到它的量产车上，完成质的蜕变。只是我想，所有人一开始都没想到的是，这本该属于汽车圈里的一件里程碑的大事，最终居然是由一个手机厂商来完成的。最终冲线6分46秒874。